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终于来到我们的全新系列，在我的频道啊 ，Honda Civic 真的很多辆了。我们拍过杰哥的 Honda Civic FC， 还有拍过我们团队的 Honda Civic FK7， 就是黑色那一台啊。错过那个系列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啊。当然还有我自己的 Honda Civic FN2 Type R。现在又多了一台 Honda Civic， 就是我身后这一台白色的 Honda Civic FE 版本，就是最 low spec 的版本。之前我有拍过一个介绍这一款版本 Honda Civic 的详细影片。这一台车呢，之前发布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很歹啊。它的价钱当时候啊，只需要120多千就可以买到一台 Honda Civic 1500cc Turbo 涡轮4缸引擎的车款，而且它的 Honda Sensing 还是满血的，所以我们团队又买车了，没有错，这一台就是2024年的 Project Car。当然，如果它是一台原装车，就不好看了。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这一台车新车落地不到1个月，我们就为它做了什么样的提升跟 upgrade。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头 design 是不是跟一般的 FE 不一样？这个车头 design 呢，我们已经把它的这个 upper grill、lower grill 下面的进气网都已经换掉了。这个是一个 Type R 的 design 啊，为什么要假狗它呢？因为啊，我觉得原本的 Civic FE 呢很丑。它的前面这个 upper grill 的位置哦，是下到 logo 的一半的位置啊，就是很凸很低，看起来好像罗汉鱼的头这样肿出来啊。实际现场看了 Honda Civic Type R 的这个 design 过后呢，是觉得 Type R 的更加好看。它的这个 upper grill 是比较小个，然后这个尖出来的位置呢是往内收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深邃、比较凶悍一点点。logo 方面啊，本来我是想要用回原装普通的那个 Honda logo， 可是因为这个 grill 它本来就已经配给了，所以既然它已经配来了，我就把它装上去咯。虽然是讲 logo 红色，但是马力、动力方面没有任何提升。中网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honeycomb 啦，是比较大个洞啊，比较好进气，而且它是一个钢琴黑的配色，然后延伸到这个车灯下面的这个 wing 啊，也是亮黑色的。原本的 FE， 即使你买到 RS 版本哦，都是死黑色，所以看起来就没有这样精神啊，好像整台车累这样子。所以这个位置通通都已经换成了 Type R 的 design。bonnet 还是一样没有这个排气孔 ，fender 还是一样不是 wide body 的 fender。怎样分辨 Honda Civic 在普通版、RS 版、Type R 版呢？其实整个车头灯的形状啊，最 low spec 的版到最高的Type R 都是一模一样的设计，只不过里面的这个银色的小框框呢 ，RS 跟 Type R 是黑色的版本啊 V 版本都是 chrome 色啊，但是里面的这个头灯组方面一样是全 LED 的自动大灯啊，这一点没有被 cut 掉，所以我觉得买 E-Spec 真的很值得。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fog lamp 哦，这个 fog lamp 是假的，它就是一片黑色的 plastic， 可是其实 Honda 很厉害啦，它设计到好像真的 fog lamp 这样。然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全部是亮黑色的了，没有换 FL5 的 bumper， 因为我觉得换 FL5 的 bumper 就太假了。如果你弄成那个 FL5 这样子啊，可是旁边看又是长尾，我觉得不协调，不好看啊。不过我又喜欢 FL5 的这个 bumper 的进气格栅，所以前面这个位置呢也换上了跟 FL5 一样的这个进气格栅。真正 FL5 这个位置三角形这边呢是吹风进去。吹 brake caliper 的非常好料的设计。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个部分呢，车头的位置全部都是自己花钱做的，没有任何的业配，主要是因为个人喜好啦。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台车的车身侧面哦 ，RS 版本 side mirror 会是黑色，门把手会是黑色，上面这一个 shark fin 也会是黑色。这个 chrome 呢，接下来我会把它 delete 掉，我觉得这个 chrome 很老土。很老气，我不喜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sticker 啊 ，Excellent Your Car Partner Tint and Accessories。这个呢，就是时常大家会在我的影片看到有一个 pop up banner。这一个 Excellent 呢，就是我们的官方合作伙伴。如果你们是驾 Alphard Wildfire 或者其他的车款啦，你们想要安装 body kit， 好像我这样子从 Civic upgrade 成一个假狗 FL5
啊。但是如果你是 Alphard Wildfire， 你要从旧款 Wildfire upgrade 成新款的 Alphard， 或者从旧款的 Alphard upgrade 成新款的 Wildfire， 或者你要怎样变，都可以联络 Excellent， 他们是专业做 Alphard Wildfire 的 Body Kit。讲到 Body Kit 啊，这个尾翼是 RS 版的尾翼，小小的一个小鸭尾，旁边有2个凸起来，好像耳朵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 design 是我目前看到 F1 装上去最好看的 design 了啦。那种大尾翼，我就大尾翼就留给 Type R 吧。啊，我的下一台 Type R 也是大尾翼。OK， 大家拭目以待啊。还有多一款车要出现了啊，在我们的圈呢，因为前面刚才换了红标嘛，后面如果没有换红标，又 match 不到。当然，我一贯的作风啊，就是不管我的什么车 ，Honda Civic 的 logo 啊，什么 iVTEC Turbo， 我通通都会把它移除啦，拆掉。这辆车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尾箱盖哦，是一键开启的，看到吗？我只要点一下，它就会升上去。虽然不是电动啦，它是由旁边的 damper 把它顶上去，可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有那个 atas 的感觉。比起我的另外一台车，我的 Toyota Vios， 这个尾箱空间是可以放更多的拍摄器材，尤其是有时候我出外旅行，或者好像我要去 KL 1-2个礼拜做拍摄的话，我的行李箱啊，我的拍摄器材啊，通通都可以塞进去。尾箱盖打开来过后，我们还可以直接在这边哦，拉一个拉杆，把它的后面的椅子放倒。只要我后座没有载人，我都可以把椅子放倒，可以载超多东西。我的电动 scooter 我也可以直接塞进去，这一点真的我觉得太赞了。这台车 Sport Rim 当然也是换掉了啦，啊，我个人对于 Sport Rim 的要求还蛮高的，所以我换上的是一个 Inkai PF09 日本的 Sport Rim， 是一个18寸的尺寸。轮胎方面一贯的作风 ，Yokohama Advan AD09。AD09 放在街车，有人觉得我是傻了，我也是觉得我傻了，因为换上这个 AD09 过后，这台车完全就是很潮啊，胎噪声真的很大声。可能等它用完了过后，我会把它换成就是一个街用轮胎这样子啦。然后 brake caliper 还是原装的，没有换，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自费哦。Sport Rim 打压的价钱差不多是这台车的大概8%左右，是蛮贵一下。那这台车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我刚拿车第2天呢，这个 steering 啊，在转动的时候就有一点声音了。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在想，应该是 steering rack 对不对？steering rack 我听到他们讲，它的问题是转了过后放手还不要回来，或者是转的时候会有拱的声音。可是现在的声音是，当我转 steering 呢，它是有一个滴声。所以我怀疑是这些按键，它后面的一些金属接口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小小的撞击的声音。还有就是这台车只要开超过120，就可以明显听到这个门板里面会发出一些滋滋声响啊，这一点也是弄到我比较不爽啦。还有就是因为它是 V 版本嘛，所以你看到吗？布料呢就比较容易弄脏啦。你看我手靠一靠，它就白掉了。如果我有涂防晒还是什么，哇，这里会更严重。椅子方面也是布料的椅子啊，有机会的话我会把这个布料的椅子换掉了，就是包皮。可以不要这样啊。讲到包皮呢 ，Steering Wheel 原装就有包皮了啊。CRV 如果你买的是低配版本是没有包皮的，是好像 Saga 这样子直接 rubber 的。虽然是最低配，可是 meter 左边是 digital 的。右边是 analog 的啊，我觉得没有问题。OK， 他们的协调性也很高。中间有一个小小个的荧幕，应该是7寸，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可是要连接挖压。讲到这个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有一个小巧思很厉害。假如我们把风量调大，就有风噪声了。可是如果你在连接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的同时，你电话响，你接电话，你的车的冷气会自动把风扇调小，把那个声音降噪。哇，我觉得 Honda 这一点不错，厉害。我相信没有人发现这些小小的细节，除非你是车主。然后这台车当然也粘了丁灯啦，现在的丁灯是比较暗的，也是在 Excellent Tint Banner Pop Up 的那一间店。这一个品牌就是 Solarguard， 我个人非常喜欢，我的每一台车都安装 Solarguard 的丁灯，我真的觉得 Solarguard 的丁灯很好啊，金属材质，反射热能的效果真的太赞了。你问我合法吗？我是直接跟你讲不合法啦，但是为了平时我开车没有这样辛苦，没有这样晒，是 OK 的。但是你们可能会想，晚上会不会很暗很辛苦啊？不会哦。这个 Solarguard 的丁灯呢，晚上 parking 啊、转弯啊、看一些 blind spot 的位置啊，从里面透出去看外面还是一样很清楚。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有他们的店的地址，还有他们的 salesman 的联络方式。联络他们，问他们关于 Solaga 的 tinted， 还有关于 body kit。OK， 讲到后座啊，很多人啊就会担心 Honda Civic 嘛，比较矮身的车，头顶空间不好。以我身高170，这个头顶空间的确不多啦，是剩一个拳头左右。可是如果平时你是没有载那些很高的人，大智佬，你家的小孩，你的女朋友，他们坐在后座的话，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啦，而且还有后座冷气出风口。这一台车今天我们就没有做试驾，试驾方面我们留到 Part 2来讲。今天这个 Part 1我们就只是讲一下我们对这台车做了什么样的小小的升级啊，好像tinted啦、body kit 啦、sport rim 带呀，这些是我买一台车回来标配啦，要先把它搞好来。那接下来大家还想看到我们为这一台 Honda Civic FE 做什么样的提升，什么样的 upgrade，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可能采取你们的意见来为这辆车做接下来的升级啦。OK， 还有一个东西要讲，鸡蛋糕降大200多千，没有360啊。现在你要买到 CRV 还有 Accord 才有360，Civic 不管你买到什么 spec 都没有360，所以我觉得如果 Honda 有在看今天这一集影片的话，360很重要，虽然它没有，可是它有 reverse camera 啦。不过它的 reverse camera 大家不要抱期望啊，真的超级无敌猛，超级无敌粗糙它的画质。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OK 吗？这辆车看了过后有什么意见讲？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地方有点 cosplay 到太明显了啦。啊，什么地方来讲一下？可以讲啊，可以，可以讲啊，Honda 啊，可以，我们花钱买的这个车可以讲。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 engine bay 的部分了。啊每次人家听到 Honda 的，Power of Dream， 啊这个东西，那就 Honda Power of Dream 去哪里了？它本来有一个铁牌哦，是写 Earth Dream iVTEC Turbo。是 cut 这个东西哦，什么理由叫 cut 呢？那个牌，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贵啦，Shopee 找得到几十块，可是 Honda 把它 cut 掉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全部 spec 都 cut。太烂，太烂。再来一个我发现到的还有 cosplay 的地方啊，就是它的后座跟前座啊，它门板有个那个 banner 啊，那个我也是发现到后座没有掉，变成 hard plastic 啊，哎呦，冤枉啊，这个。哎呦，这个东西留下去可能整体比较好看啦。不过可能阿豪哥他后面也没有载人了，所以影响是不大啦。女朋友还不够多，等我女朋友多一点，后面坐满人的时候就会影响了。OK，这一集影片其实他也是有拍，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他的频道。影片右上角啊有他的这个频道的 link， 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OK， 所以大概就先这样了，拜拜。